年前，我们在这个频道里认识了3个人，有人在感染中反复挣扎，生命的50%都在医院度过；有人免疫系统几乎全面崩塌，却笑着挺过了2次干细胞移植；也有人几乎没有血小板，却幸运地抓住了那唯一的治疗窗口。如今1年过去了，他们还好吗？欢迎您收看罕见病档案特别节目1年后的回访。尹丽是我记录的第一位病人，也是这个系列节目的发起人。他所患的是 X 连锁无柄肿球蛋白血症，一种由于 B 细胞无法发育成熟，导致体内几乎没有抗体的罕见疾病。尹丽是一名90后，在那个对原发性免疫缺陷认知几乎空白的年代，没有人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于是他只能在一次次感染中反复挣扎，靠海量抗生素勉强维系生命。直到大学毕业那年，他才终于确诊，却也已经被持续的炎症折磨成了2级肢体残疾。2024年7月，我们拍摄视频时，他因左膝再次感染刚从手术台上下来，那已经是他住院的第1200多天。如今1年半过去了，尹丽还在住院吗？在那之后，他又住了大半年的院，膝盖虽然没有恶化，但伤口始终无法愈合，所以在2025年2月25日，他又上了一次手术台，直到4月底，伤口才终于彻底愈合。不用再担心感染的问题，他也终于离开了那个住了很久的病房。只不过他左腿膝盖里面现在是没有关节的，用的骨水泥填充。我现在的状态就相当于是普通人直着一条腿走路。我在室内啊，或者是平路比较近的地方，我是就是自己这个不拄拐的走。但是如果要是走一些不太好的路的话，我会带着拐。本来他也有机会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因为延误诊疗，这已经是可望却不可及的了。如今尹丽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的悲剧不要在别人身上重演。所以即使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在过去1年中，尹丽还是去往了北京、上海、重庆、广州近20座城市，走进21家医院，面对面拜访了60多位顶尖的儿科、免疫科和血液科医生。他希望能让更多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在面对反复感染的孩子时，能够想到原发性免疫缺陷，并尽早把患者带上正确的治疗道路。同时，他也在努力解决病友们的一些诊疗困境。他想让全国病友都能输上柄肿球蛋白。我是想给病友，就是起码在一个省能找到一家托底的医院，他从当地的县呀或者是市，他输不上柄球，他上那个省城那个医院，他能输上柄球。他想改善成人病友看病难的问题。很多的这个成人科室是不接我们这些患者的，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很小就确诊了，什么在儿科就确诊了。这个孩子他到了成人那个阶段之后，儿科的不能收他，然后当地的那个成人的医院呢，一个是不懂这个病，另外一个是因为这个报销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问题，人家不愿意接这种麻烦。他也在努力推动建立原发性免疫缺陷的诊疗协作网。假如说我从天津我确诊这个病了，我从北京能得到相同的这个治疗，我去杭州了，我去旅游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到输柄球的一个日期了，我能在杭州也输上柄球。残破的身躯，璀璨的灵魂。而接下来的2026年，他还想继续走得更远。2026年的计划还是想把这个腿搞利索，就是顺利的话可能做一次植皮，做一次膝关节置换，我走路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尤其是我这个腿因为回不了弯，坐车巨不方便。然后对于我现在做着这件事的期许呢，还是说想连接更多的病友，做好病友跟医生之间的桥梁。我感觉就是现在每天的时间都不够，有太多的事儿需要我来做。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我的病友们说一句话：我们是一群从病痛中走出来的人，只想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让后边的病友少走弯路。就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都在。我也想对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罕见的是疾病，
常见的是被看见的需要。您的每一次看见，可能都会为罕见病患者扫除一点障碍。欣欣是我记录的第2位病人，也是3人中病情最为严重的一位。他所患的是重症联合免疫缺陷，一种由于 T 细胞缺失导致免疫系统全线崩溃的罕见疾病。欣欣在出生仅40天时就已经发病，但由于当地医院对原发性免疫缺陷认知的缺失，这个孩子被硬生生拖过了最佳治疗窗口。等终于来到北京接受抢救性移植时，他已经5个月大了，被反复的感染、高烧与休克折磨得奄奄一息。经历了2次干细胞移植，在移植舱里待了整整半年之后，欣欣奇迹般的以不到1%的成功率顽强地活了下来。但移植成功只是一个开始，欣欣仍然会反复发烧，需要频繁住院，体重不长，身高不长，食欲也不长。2024年9月我们拍摄视频时，欣欣是3岁半，却只有60多公分，13斤。如今1年多过去了，欣欣也快5岁了，她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呢？和之前相比，欣欣稍微长大了点，但不多。现在她身高70公分，体重16斤，体格还是停留在婴儿阶段。当初欣欣经历了2次移植，还都是抢救性的，那时候家里人只想着让孩子活下来，康复的事情没顾上。刚开始在医院做移植的时候，就一直2个腿躺在那里不能动，当时没在意，因为他一直哭，也没往这方面想。当时扎针他都不动，以为是他乖，其实是他腿没有力气动不了。现在今年反正就是能走了，就是外八的很厉害，感觉还是腿没有劲儿，太瘦了。但也不是没有进步，相比于去年是好很多了，因为去年在医院嘛，你看经常住院，今年相比于去年来说就是不咋去住院了。虽然身体长得慢了些，但在智力发育上一点儿也没落下。他智力我觉得是没有落下，是脑子转得特别快，会说话，会唱歌，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你吵架了都。新的一年，祝大家一生顺遂，不同心，大摇太太，世纪平安，福你们有大胜，七事高照，发烧来财，九九头七，金钱喜美。欣欣在慢慢变好，而奶奶的到来也让妈妈终于能稍微松一口气了。之前的错容大多数可能是装的，因为自己不稳定的话，没有人能替代你。今年是有奶奶可以帮我带孩子了，我就是慢慢的更加的稳定了。生活在慢慢回到正轨，而说到新的一年，这个家最大的愿望其实很朴素，他要能停药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最后，欣欣妈妈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即将接受移植的家庭提个醒。在移植治疗期间，家长一定要留意孩子的肢体会不会动，长期躺着不动，肌肉很容易萎缩，也会影响后面的康复，哪怕只是给孩子揉揉胳膊揉揉腿，都会好很多。大元宝是我记录的第3位病人，他所患的是湿疹血小板减少半免疫缺陷综合征，一种由于细胞骨架功能缺陷导致中性粒细胞移动迟缓且血小板发育不良的罕见疾病。和前2位病人不同，这一次故事的走向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化。刚出生没几天，家长就敏锐注意到了孩子身上的出血点、湿疹和血小板异常，并果断选择进行基因检测。所以大元宝仅在1个多月大时就确诊了。他在最佳治疗窗口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完成了干细胞移植，不但移植过程很顺利，愈后也非常好。如今1年过去了，现在大元宝怎么样了呢？大元宝在过去的1年里恢复得很好，也在像一个普通的小男孩一样慢慢长大。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皮肤偶尔还会有一些排异反应，不过不严重。因为这个药它是慢慢减的嘛，就是药一减，它的排就冒出来一点。在发育上，大元宝也比同龄孩子慢一些。大元宝1岁7个月，我带他去新疆的兵团医院做这个发育评估，他是1岁7个月走的路，1岁7个月才出了4颗牙，他比正常小孩就慢3-4个月。
不过比起那些数据和评估，更让人安心的其实是生活本身。我们家的小孩他会把好吃的还是会分享给我的。他爸爸从单位下班了以后，他就跟他爸爸玩的比较多。他是啥？他爸一回来，他看到他爸不抱他，他就哭，他可喜欢他爸了。大元宝的故事没有太多惊心动魄，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平平淡淡其实就是最好的。小鸭怎么叫？嘎嘎嘎。小狗怎么叫？小鸡怎么叫？小鸡鸡。小马呢？猫。小猪呢？你笑一个，开不开心呀？引力带着伤痛继续往前走，信心在努力追赶生长进度，而大元宝已经回归了普通生活。不同的病，不同的人生，但他们三者也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布鲁顿友之家的志愿者。这是一个由患者和家属组成的互助组织。引力自然不必说，而欣欣和元宝的妈妈也把自己一路走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刚刚确诊的家庭。我们不追求规模有多大，我们只是追求每一个能找到我们的病友都有一种感觉，哎哇，这有一群人懂我，哎，这一群人一直在我身边。有人被接住，也有人开始去接住别人。大家好，我是白银葡萄球菌。这一期视频不仅是一期回访，也是下一个系列视频《罕见病档案》第4集的预告，因为我们终于找到愿意出镜的新病友啦，是罕见病目录第一批第121号的 X 连锁淋巴增生症。因为新视频的制作周期比较长，所以具体的上线时间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和大家见面。那我们下一个故事见啦！